林志玲到底是真温柔还是刻意装出来的温柔呢？我就节目组了，跟谁住也不要跟志玲在一块住，结果还真的把我跟她分到一块儿。2006年啊，俩人呢一同参加了一档户外真人秀啊，性格爽朗火爆的王林那是打心底啊就怕林志玲那种娇柔飒飒的娃娃音和那种大小姐做派，光是想想都要窒息了。可偏偏呢，这节目组呢就让他俩成了室友啊。你以为接下来上演的是《甄嬛传》吗？不是的啊，仅仅同住了2天，王林的态度啊就来了个180度大反转。就是住了2天以后，我觉得他谦让，他一点都不多事儿，很懂礼节，很懂礼节，很有教养，而且英语非常好，受过很好的教育，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素质的这么一个女孩子，而且确实货真价实的女神。当他在船上晕船呕吐的时候呢，同行的队友不少啊，只有林志玲全程守着他，递水递纸巾，脱下自己的外套帮他去保暖，甚至是直接伸手帮他去清理呕吐物，轻轻拍着他的背，柔声的安慰。那一刻呀，王林才看明白，林志玲的温柔呢，根本就不是装出来的。就像林志玲曾经说过那样，没有人能够定义女人该是什么样的，温柔呢，也是一种力量。孩子可能要展现自己能干精明的一面，可是我常常觉得，譬如说温柔也是一种力量。其实温柔它是很好解决事情方式的方法。看到这儿呢，你是不是满头问号了啊？这个被骂花瓶做作了半辈子的女人，她的温柔到底是人设还是本能呢？那个让言承旭在演唱会上哭着感谢纠缠了17年都没能娶到的女人，为何最终会下嫁给一个名气财力都远不如自己的日本艺人黑泽良平呢？要看懂林志玲的温柔啊，你得先看懂她的出身。这个林志玲呢，那可不是什么草根逆袭的灰姑娘，她的父亲林凡南是中国台湾最早一批做这个铝制品生意发家的富商，与政界高层关系匪浅。母亲吴思美呢，在这个台湾地区的社交圈里能量巨大，所以你看啊，林志玲的人生开局就是顶配的白富美。她从小接受的是最正统的名媛教育，琴棋书画、待人接物、言行举止呢，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15岁那年呢，她被家人送去了加拿大留学在世界排名前20的多伦多大学拿下了西方美术史和经济学的双学士学位。你品，你细品，这是一个胸大无脑的花瓶能够拿到的学历吗？她的温柔，她的谦逊，她的高情商，根本不是为了进娱乐圈而演出来的，那人家从小到大刻在骨子里的出场设置。她似乎从来就没有说过错话，办过错事。在赤壁发布会上呢，有记者故意去刁难你演的小乔太高了，跟梁朝伟不搭。她没有丝毫的愤怒，反而是微微屈膝，笑着回应对不起身高这件事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克服，但在我心中呢，男人的气度永远是真正的高度。这番话呢，既化解了尴尬，又捧高了梁朝伟，堪称是教科书级的回答。有网友呢调侃他长了鱼尾纹，他会诚恳的致歉，真的不好意思跟大家说声对不起我下次会把它好好藏起来。就连一向以毒舌和打压林志玲为己任的这个小 S 呢，在节目里第137次吐槽她做作之后呢，却在自己的2胎产后抑郁时收到了林志玲亲手写的整整30页的育儿笔记。这种润物细无声的体贴不是装的。时尚杂志的主编爆料，在拍摄现场呢，自己突发痛经是林志玲悄悄把暖宝宝呢塞进了她的礼服内衬。她对工作人员呢同样是体贴，拍摄道士下山的时候呢，为了不给这个道观里的道长们添麻烦她穿着紧紧的旗袍足足站了3个小时。也难怪金世佳会说志玲是我遇到过所有女生当中最接近天使这个词的人。就连黄渤都对林志玲那是赞不绝口。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你脸上露出真正的，不是剧本里边的笑容。无论你的选择与否，我都真诚地祝福你，希望你一生幸福。那为什么林志玲要活得这么完美？她真的不累吗？这其实是一种极高的生存智慧也是她最坚硬的铠甲。第一这是名媛教育的产物。她的出身呢，决定她从小就被教导情绪稳定，待人得体是一种义务，而不是选择。发脾气是失态，是没有教养的表现。第二呢，这是高情商的顶级运用。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你以为真性情能够走遍天下吗？别傻了，真性情呢，往往就是低情商的遮羞布林志玲的温柔呢，是她的武器，她能够瞬间缴械所有试图攻击她的人。你对她恶语相向，她对你是温和致歉。这种降维打击呢，让所有恶意都像是打在棉花上，最终呢，只能反弹到攻击者自己身上。就像她自己曾说过的那样，就譬如说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我都觉得我慢慢讲它可能会解决好可是我今天如果发脾气讲其实别人不会想要吸收这股气，他也不会听进去我的话，因为那个时候说出来的话一定是不理智的。对，所以我常常觉得说不管怎么样都是让自己柔性一点，
第三呢，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啊。当所有人都拿着放大镜去找你茬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不给他们留下任何的把柄。他的完美呢，其实是一种防御机制，他用滴水不漏的温柔把自己包裹起来，让你永远也看不透他，更伤害不了他。所以啊，他的温柔呢是真的，但他的铠甲呢也是真的。这样一个在待人接物上完美到近乎是人工智能的女人，你以为他会找一个同样是门当户对、温文尔雅的世家公子吗？不是的啊，他偏偏爱上了那个和他截然相反的野小子言承旭。这段感情呢，就像是内娱版的白月光和朱砂痣，充满了遗憾与错过。而这一切的根源呢，就藏在言承旭的成长背景里。言承旭的人生啊，和林志玲简直就是两个极端。如果说林志玲的童年是被精心呵护的温室花朵，那么言承旭的童年呢，就是在风雨中挣扎的野草。他12岁那年呢，父亲因为意外去世啊，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母亲靠着打零工和摆地摊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那是捉襟见肘。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呢，言承旭高中就开始辍学打工，做服务员，在工地搬砖，只要能够赚钱的活他都去干过。有一次呢，他在夜市里摆摊卖饰品啊，遇到了小混混来收保护费，不仅赚的钱呢被抢走了，还被打的是鼻青脸肿。母亲看到他身上的伤啊，抱着他哭着说：“对不起啊，没能给你更好的生活。”这件事呢，在言承旭的心里啊，埋下了一颗深深的自卑的种子。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从那时候起啊，我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配拥有好的东西，好的人都离我远远的才对。”这种自卑啊，还让他形成了极度敏感的性格。他渴望被爱，却又害怕失去，于是呢，习惯性的用冷漠和回避来武装自己。而这份性格呢，也成了他和林志玲爱情里最大的绊脚石。2002年呢，俩人被拍到深夜密会，恋情是初露端倪啊。2005年呢，林志玲的手机送去检修，他和言承旭身穿浴袍的亲密合照呢，被黑心的厂商公之于众，恋情被铁证如山。但面对媒体的雷神之锤，言承旭呢，却是始终是死鸭子嘴硬，一口咬定啊，只是朋友。倒不是他不愿意负责，而他骨子里的自卑，让他根本就不敢去高攀这份爱。真正改写俩人命运呢，是2005年那场著名的坠马事件。林志玲呢，在大连拍摄广告的时候呢，意外坠马了，6根肋骨骨折，生死一线啊！这个消息呢，瞬间击垮了言承旭所有的伪装。他当时呢，远在韩国，不顾经纪公司的阻拦，立刻抢了机票，先是绕到韩国，再转机呢飞去大连。为了躲避狗仔呢，他全副武装，却还是在病房的门口呢，被记者拍到了那个高大又焦急的背影。可当他推开病房的门啊，看到的却是那个一向坚强的公主，脆弱的躺在病床上。言承旭呢，这个自卑又敏感，根本不会表达爱的中年男孩，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不是安慰，而是近乎是责骂的质问：“你为什么不保护好自己？”林志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眼泪是瞬间就流了下来。她忍着剧痛啊，却还是轻声的说：“我没事，你别担心。”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啊，那一刻她有多么的失望。她期盼的是一句安慰，一个拥抱，可等来的却是责骂。言承旭说完就后悔了，他看着林志玲苍白的脸，想伸手去抚摸她的额头，却又硬生生的收回了手。他心里满是心疼，可从小到大的经历啊，让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这种情绪，只能用责备来掩饰自己的恐慌和自责。我觉得有些东西你们讲出来其实是容易的，你知道自己变强大，然后会觉得，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有些家庭，我们就是在那样的环境，我们就真的不太能够那么觉得自己那么好，或者那么能够把那种爱表达出来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其实很容易胡思乱想。在林志玲住院的那段时间里，言承旭一直是悄悄守在病房外，他会让护士帮忙去转交自己熬的粥啊，会细心的记下医生叮嘱的注意事项，却很少敢走进病房。林志玲出院之后呢，俩人的关系也变得是越来越淡了。他渴望的是一个能够坚定站在他身边，能够坦然表达爱意的伴侣，而言承旭呢，始终无法克服自己的自卑。他会在林志玲获奖的时候悄悄的在台下为他鼓掌，却不愿意上台和他分享喜悦。他会在他遇到非议的时候呢，私下联系媒体澄清啊，却从不愿意公开承认俩人的关系。这种不对等的付出让林志玲渐渐的疲惫。就像言承旭自己曾说过的啊，自己小时候呢是被不要的，所以他害怕产生亲密关系，害怕组建家庭。我就不希望让我小孩像我小时候那样，会觉得我没有被需要。然后我妈妈说，就是其实当时我是被不要的。他内心 OS 是我配不上这么好的爱，我一定会搞砸的。所以啊，当林志玲这个完美公主出现的时候呢，他一方面啊被深深的吸引，另一方面呢又极度恐慌。他不敢承认恋情，是怕自己给不了对方未来。他在对方最脆弱的时候选择责骂，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心疼的强烈情绪，他只能用最笨拙的愤怒来掩饰自己的无助和自责。而林志玲呢，她渴望的是一个坚定的能为她遮风挡雨的骑士，而言承旭呢，却是一个连爱字都不敢说出口的胆小鬼。这场爱情悲剧从他们迥异的原生家庭开始就已经注定。两人呢分手2年之后，2008年，言承旭在日本的演唱会上用日语带着哭腔致谢了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女人，一个是妈妈，另一个呢就是林志玲。同年，林志玲登上了快乐大本营，何炅当着她的面啊念出了言承旭写真集里关于坠马事件的描述。当王子知道公主受伤的时候呢，王子正在打仗，王子说他不管了，他放下了那场战争，但他呢连怎么抱她是最好的姿势都弄不明白，于是啊自责的跪下大哭。何炅话还没有念完，那个一向坚强得体的林志玲呢早已在
台上红了眼眶，泪流满面。他们不是不爱，他们是爱得太深，却又爱得太错位。一个渴望婚姻与家庭，满怀期待；一个优柔寡断，胆怯不够勇敢。林志玲等了17年，等到的是什么呢？是记者问言承旭会不会求婚，她犹豫的回答不知道。一个女人啊，能有多少个17年去等待一个男孩长大呢？2019年45岁的林志玲呢，突然官宣回信，新郎呢不是言承旭，而是一个在中国几乎是查无此人的日本艺人黑泽良平。全网哗然，粉丝心碎啊！所有人都想不通，那个在情商、名气、财力、颜值上都近乎满分的志玲姐姐，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各方面都差一大截的男人呢？直到我们看到了黑泽良平啊，在《披荆斩棘的哥哥》里的表现，才恍然大悟，林志玲的选择呢是何等的清醒和正确。黑泽良平啊，外表看起来凶巴巴的酷似民工，但实际上呢，他是一个情绪极其稳定、温柔又有担当的大男孩。在节目里呢，他会老老实实的任由化妆师呢把他画成巨型的虞姬，他会耐着性子啊教这个向佐跳舞长达15个小时，任劳任怨。当向佐被导演批评的时候呢，他甚至会哭着反思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你看啊，同样是情绪丰富，言承旭的哭呢是源于自卑和内耗，而黑泽良平的哭呢是源于共情和自省。而真正打动林志玲的呢是一个电话。林志玲的外婆去世时呢，她是悲痛欲绝啊，第一时间呢给这个黑泽良平打去了电话，在电话里崩溃大哭。后来她哭着哭着就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当她再次醒来，迷迷糊糊的喂了一声，电话那头呢立刻传来了黑泽良平坚定的声音：我在。就这2个字，一个女人啊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半生啊，见过太多的虚情假意，看透了多少的利益交换。她想要的早已不是什么亿万身家，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浪漫，她想要的只是一个在她最崩溃最脆弱的时候呢能够稳稳接住她情绪，并坚定的告诉她我在的男人。言承旭给不了的这份安全感呢，黑泽良平全都给了。所以啊，林志玲她主动向黑泽良平求了婚。林志玲的婚姻选择呢是典型的高认知女性在择偶上向下兼容的范本。什么意思呢？当一个女人啊在经济、学历、情商上呢都达到了顶配时，她就不再需要从伴侣身上去索取这些个外部价值，她唯一的需要呢就是极其稀缺的内部价值，也就是稳定的情绪价值和无条件的包容。言承旭在外部价值上或许呢与她更匹配，但在内部价值上呢，他是一个情绪黑洞，他非但呢不能提供情绪价值啊，反而需要林志玲不断的去治愈他的童年创伤。而黑泽良平呢，虽然说外部价值远不如他，但他呢是一个情绪富翁，他温柔稳定有担当，能为林志玲呢提供一个可以让他彻底放松做回小女孩的安全港湾。林志玲不是下嫁，她是用自己过剩的外部价值精准的去换取了自己最稀缺的内部价值，这笔买卖呢她比谁都算得精。婚后的林志玲呢彻底变了，她不再是那个需要时刻保持完美的志玲姐姐，她开始敢于不完美了。她减少了工作，定居日本，安心备孕，在47岁高龄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她会素颜穿着朴素的带娃去逛超市，背包里呢还装着给流浪猫准备的罐头。这份对于家庭的回归背后呢还有一个更令人心疼的原因，她的母亲吴思美呢患上了阿莫斯海默症。据台媒报道啊，在林志玲婚礼之后，她母亲的病情开始迅速恶化，甚至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女儿。对一个如此重孝道的女人来说呢，这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我曾经想过，我会愿意用很多的日子去换来一天我妈妈还记得我，然后她还健康的，只要有一天是我可以好好的陪伴她。一边呢是需要她时刻照顾记忆正在退化的母亲，一边呢是刚刚出生啊需要她全心投入的幼子。在这样的人生阶段，她最不需要的就是像言承旭那样还需要她去哄的巨婴男友，她最需要的呢恰恰是一个像黑泽良平这样能够为她扛起一片天，提供稳定情绪支撑的成年丈夫。当媒体再次造谣她和丈夫分居甚至被家暴的时候，她没有像以前那样滴水不漏的去开发布会去澄清，她只是在慈善晚宴上露出了自己无名指上那枚依旧闪亮的婚戒，用一种最平淡也是最坚定的方式让谣言是不攻自破。她终于可以不用再装了啊！聊到这儿呢，咱们再回过头看最初的那个问题，林志玲的温柔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答案是啊，她的温柔是真的，但她的铠甲呢也是真的。她的温柔呢是她对抗这个世界最强大的武器，她用这副温柔的铠甲抵御了所有的恶意，媒体的刁难，同行的挤兑，网友的羞辱，她用近乎自虐的自我修养呢活成了所有人眼中最得体的样子。但代价是呢，她也几乎是压抑了自己所有的真实需求，直到她遇见了黑泽良平，那个男人呢让她终于可以卸下这副沉重了几十年的铠甲，让她可以哭，可以闹，可以不完美，可以做一个会咳嗽会感冒的普通女人。所以你看呢，林志玲的故事啊根本不是什么花瓶吓人的八卦，这是一个高认知高情商的女人，在看透了名利场的所有虚伪，见了爱情的所有意难平之后呢，为自己选择了最舒服的一种活法。她用前半生活成了别人眼中的完美女神，又用后半生呢活回了自己心中的幸福女人。这或许啊才是一个女人能够给自己最好的结局。